修复心灵的漏洞，安装爱的补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。我老公照顾他初恋整个孕期，我高烧不退的时候，他用手机帮他查孕吐的厉害怎么办。我妈忌日那天，他守在初恋的产房前祈祷，母子平安。这一天，平安的是他的初恋，发疯的是他。陈玉带着酒气，漫不经心地吻着我，我红着脸，一手护着肚子，有一些躲闪。他察觉，略微用力将我拽进他怀里，沙哑着声问我：“躲什么？”我抿了抿唇，给他提示：“先关灯。”房里仅他那边床头柜的台灯还亮着，台灯旁边有一张我故意放的孕检单。我怀孕了，想今天告诉他，但先一步引起他注意的，却是他突然响起的手机。往常他都是拿起直接挂掉，但现在他握着手机的手臂顿住，悬浮在我的孕检单上方。来电显示赫然出现2个字：云溪。孟云溪是陈玉的初恋。他抱着我的手臂不自觉松开。我去接个电话，房门关上，我出神地盯着天花板。跟他在一起时有电话打进来的情况不是没有过，但陈玉都是直接在我面前接听，孟云溪却是例外。许久，房门再次被推开，他带着烟味进来，俯身欲要吻我。想到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瞬间偏开头，他的吻落在我嘴角。他皱了皱眉，对我说：“你今晚很奇怪。”说完后，径直转身去换衣服。临时有个案子需要处理，你先睡，不用等我。陈玉自己开律所，平时根本不会接紧急的案子。离开之前，他突然又俯身凑近我：“我身上还有烟味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他皱眉呢喃：“听说孕妇不能闻烟味。”我的心漏跳一拍，以为他知道了，但他却骤然起身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跟你说做什么？你又没怀孕。”说完头也不回走出卧室。我怔愣地看着床头的孕检单，如果怀孕的不是我，那是谁？后来我终于懂了，怀孕的那个是孟云溪。陈玉走后，我打电话给闺蜜李斯，打算跟她说我怀孕的事情。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别激动。她制止我：“我先告诉你3件事，你别激动。孟云溪离婚了，孟云溪回来了，孟云溪怀孕了。”3句话好像石头掷入平静的湖面，水花四溅。我脑子有些懵，大概沉默了半分钟。我答：“这样啊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事情？”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：“我有点想吃饺子。”突然的，谁都不想告诉了。我从高中开始暗恋陈玉，后来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我们偶尔联系。大4那年，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散团聚餐上，只是他一直喝酒，眼睛通红，没有讲话。我送酩酊大醉的他回家，他醉醺醺，眼上还清醒。温冉，陈玉，是我。他说：“我们试试。”我当时只觉得多年暗恋终于开花结果，后来才知道那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陈玉说让我别等，我一整晚确实没有等到他，而是等来了一条添加微信好友的信息，来自孟云溪的好友申请。我同意了，但他没说话，而是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对镜自拍的全身照：“感谢你大晚上帮我整理新家，以后新的开始，新的我和你。”照片中他的手搭在肚子上，小腹微微隆起，但比这刺眼的是镜子中反射的半截男性手臂。那手腕上戴的手表是我送给陈玉的结婚1周年纪念物。我看了时间，现在是晚上12点43分。陈玉在帮他的初恋布置新家，在我准备好告诉他我们要迎接新生命的时候，他连夜去找了孟云溪。多可笑！刚毕业那年，我也为找房子搬家而发愁过。那时候跟陈玉刚交往，我不敢麻烦他，
整个搬家过程都是自己硬抗。我没钱租的城中村单间，有天晚上被一个醉汉不停敲门，我害怕到不行，打电话给陈玉，听到他声音以后，一直憋着的情绪直接爆发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知道事情原委后，帮我报了警，过后人也赶了过来。第二天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他在别的城市出差，是连夜开了2个小时的车赶回来。我担心他的工作，他却闷声气我租了这么不安全的地方。随后着手开始帮我找房子，搬到治安比较好的小区，替我垫付了1年的房租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红着眼嗫嚅地跟他说：“谢谢，钱我会还你的。”他气笑了，一把将我薅进他怀里。温冉，我他妈是你男朋友，我以为那是女朋友才能有的特权，而现在孟云熙大概是想故意给我看的。我如他愿，点了赞。陈玉一晚上没回来，我迷迷糊糊睡着。第二天起来上班的时候，看到他给我的留言：昨晚太晚了，怕打扰到你就没回去，今天直接去律所，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吃饭。我来来回回打字，想问他知不知道孟云熙的事，想问他昨晚是不是在陪他，想告诉他你要当爸爸了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。我的倔脾气上来，我想这些事不管怎么样，都应该是陈玉自己来跟我说。好的，我回他。准备下班的时候，李四打电话让我陪他去逛宜家，待会儿陈玉过来接我去吃饭。我说算他有点良心，没有巴巴的跑过去找孟云熙。我没有说话，刚挂电话，陈玉的电话就打进来。抱歉，小冉，我今晚要陪客户，可能没办法跟你吃饭了。我垂眸，好，陪李斯来到宜家。李斯要给他的小侄女买套儿童书桌，我自己随处走走，一个拐弯，阿玉，我不想换，这身衣服搭配拖鞋不好看。突然看到孟云熙，站在他面前的是陈玉，是跟我说要加班陪客户的陈玉。陈玉手里拿着一双拖鞋，不管撒娇说着不愿意的孟云熙，蹲下来去脱孟云熙的细高跟。怀孕了，不适合穿高跟鞋走太久。孟云熙嘴里说着不愿意，但依旧乖乖让陈玉帮她将细高跟换下，脸上带着甜蜜的笑。阿玉，你以后一定是个好爸爸。陈玉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顿了一下，嘴角露出了点笑。我心里一刺。这句话我曾经跟陈玉说过，在他决定跟我要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曾乱七八糟地说着要如何装扮一个儿童房。陈玉无奈地捏我的脸，像你这样跟设计师描述，10个有9个被你整疯。可是他过几天就绘制了设计稿给我看，将我那些细碎的、杂乱的想法拼凑成了一个同天地。我看得眼眶泛红，心里像塞了棉花一样鼓胀。我认真夸他：陈玉，你以后一定是个好爸爸。他当时并没有接话，现在说会当一个好爸爸的也是他。我想我该走，如果去拆穿，狼狈的是我，不是孟云熙。但孟云熙看见了我，小冉，他眼睛一亮，仿佛看到多年好友，快步就向我走来。而那一瞬间，我看到陈玉出手扶了一下他，嘴里说着慢点，生怕他摔倒。狼狈的人真的是我。孟云熙非要拽着我的手叙旧，我生闷气，气陈玉对我说了谎，却还如此坦然地面对我。哪怕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心虚和慌张都行，就不会显得此时此刻的我那么无足轻重。我将手抽出，我的力气并非很大，只是单纯的要把自己的手从孟云熙手里抽出来，但穿着拖鞋的他那瞬间身体却歪得厉害。陈玉抱住了他，他皱眉看向我：温冉，小溪怀着孕，谁的错？鼻子酸涩，我捏着拳头，指甲陷入掌心，拼命地
拼命的忍着泪意。我想，至少不能看起来太狼狈。我扯出笑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可以了吗？陈玉回想起，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我曾遭到同事的欺凌，当时是准备开标，但在前2天才发现标书有问题，重做是肯定的。但老员工为了推卸责任，达成一致，将锅推到我身上。我一直声明这不是我的问题，但从领导到员工都没人相信，最后背锅的依旧是我。当时觉得气愤委屈，但我脾气倔，在他们面前愣是一滴泪都没有掉。是见面的时候，陈玉看我情绪不对，问了我一句：“怎么了？”如果没人问，或许这件事我可以憋一辈子，但陈玉一问，我的眼泪就决堤。我抽抽噎噎，有点分不清主次说着标书的事情。陈玉一直耐心听着，最后给我擦眼泪：“别哭了，在我这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”后来就爆出那公司偷税漏税的消息，本来公司规模就不大，一查整个公司直接被端没了。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愣了一下，才知道是陈玉和他们律所的手笔。回想往事，眼泪终究还是没憋住，往下落。不是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有多难堪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人为什么可以出尔反尔的如此轻而易举？当时说不会让我受委屈的是他，现在呢？我相信真心，但真心却瞬息万变。看到我哭，陈玉眼里终于出现慌乱，他松开孟云熙的手，想要过来拉我。小冉，我往后退一步，将手背在身后，抵触的厉害，别碰我。我说。陈玉的手僵硬地停留在半空，孟云熙看了我一眼，顺势将他空的手往下摁。小冉，我现在是阿玉的客户，委托他帮我打离婚官司，恰好我搬新家，需要买家具，所以就让他来帮忙了。如果你不开心，觉得不合适，那我跟阿玉今天就先逛到这。阿玉，我自己打车回去，你送小冉回家。好好跟他解释，不要发脾气。孟云熙说完，转头走得潇洒。他何其聪明，弱者懂事，让人心疼。纠缠不放的人才是无理取闹。回到家，陈玉将他的手机递给我。云熙只是我的客户，我连他微信都没有加。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已经倦了，没有任何去看他手机的欲望。我没闹。也不发脾气，只是不理他。但发脾气的是他，我冷了他一晚上，他自己经不住，咬着牙将我从被子里扯出来。温冉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今天怕你生气，云溪已经直接离开了，她一个孕妇都让着你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满意？我浑身滚烫，头晕的厉害，但我现在依旧想笑。现在不懂事的变成我了。孟云熙是孕妇，那我呢？我的孕检单依旧摆在床头柜上，很明显，职业原因。陈玉平时对家里物件细枝末节的变化都了如指掌，我随手扔掉一枝枯萎的花，他都会发现，然后第2天直接买一束新的回来，将花瓶里的花全部换掉。现在摆放在他咫尺之间的孕检单，他却怎么都看不到。我确实能亲口告诉他，陈玉，我怀孕了。然后呢？看看他会不会回心转意，会不会放弃孟云熙，我就能当做孟云熙的特殊性就不存在了吗？现在我怀孕与否已经不重要了，一些清晰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成型。陈玉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聊这些，我很累，可以让我先休息吗？但在外人面前成熟稳重的陈玉，有时候倔起来就像一个孩子，把事情解决了再睡。我叹口气，拉起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。陈玉，我应该是发烧了。陈玉愣了一下，立即起身去翻找备用药箱。你怎么不早说？
他将退烧贴在我的额头上，又找了内服的药给我。我摸了摸腹部，垂眸，我怕苦，可以给我找颗糖吗？家里没有。陈玉要到楼下超市给我买。等他离开，我起身把药冲进马桶里。他回来后，我神色如常地将他买的糖吃掉。不知道是我病后的柔弱激起了他的保护欲，还是因为我白天的落泪让他内疚。他今晚格外温柔，一直坐在床边守着我。床头柜的水一直是温的，每个半小时就测一次的体温，不停地凝湿毛巾替我物理降温。他的行动在爱我，可是这些也并不妨碍他坐在我床边照顾我的时候，一边用手机查孕吐的厉害怎么办。在此之前，他刚接了个电话，依旧是走出卧室才接。能让他这么接电话的，只有孟云熙。回来后，我以为他要出门，他只是探了探我的体温，又给我换了额头的退烧贴，然后坐下。我转头不解地看着他，他反问我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没说话，闭上眼睛休息。但这会儿的五感异常敏锐，卧室灯光昏暗，他手机屏幕的光很刺眼，直接映射在我的眼皮上。我忍不住睁开眼睛，看到他在查孕吐的厉害怎么办，然后将搜索出的文字编辑成短信发送，最后额外附加：陈玉，孕妇不能随便吃药，会影响小孩。我给你下单闪送买了橙子，你看看能不能缓缓，实在不行，你去医院挂号。孟云熙的消息回得很快。孟云熙，我不敢一个人去医院。阿玉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陈玉，小冉发烧了，我走不开。孟云熙，好的，你好好照顾她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她是个聪明的女孩，也了解陈玉。陈玉不喜欢胡闹的女孩，但容易心生愧疚，所以她从来不纠缠，从来以退为进。看似懂事不闹，却丝丝绕绕牵着陈玉的心。果然，本来可以结束的对话，陈玉顿了一下后，还是回复了他：陈玉，如果明天你还是难受，我再陪你去医院。孟云熙，你也要好好休息哦，照顾病人的同时，不要累坏自己。陈玉，手机被放下，陈玉躺下，转身将我圈进他怀里，在我耳边叹气：小冉，快点好起来，是真的想让我好起来，还是我好了以后，你可以无心理负担地陪孟云熙去医院？我内心平静，没关系了，是哪种都无所谓。我的身体素质还行，虽然没有吃药，但经过一晚上的物理降温，烧还是退了。陈玉因为照顾我一晚上，现在睡下了。我起来，熬了一锅香浓的粥，很多，不止2个人的量。我跟陈玉喝完以后，他看了剩下的粥，我打包去律所。好，我给他找了保温盒，上边贴了个巴斯光年贴纸。走前他习惯性的想要亲我的额头，我下意识往后躲了躲。后来觉得这动作过于突兀，在陈玉起疑之前，我主动伸手替他整理领带，他终是没说什么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烧退了，还难受吗？好多了。陈玉出门，我今天请假在家，打算去医院做个孕检。打车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刷朋友圈，看到孟云熙更新清晨的粥爱心，贴着巴斯光年卡通图片的保温盒。我点了赞，去评论：好喝吗？我煮的像是有预感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突然不想挂号了，但我也没离开，安静地坐在医院大厅等着。大概半个小时，陈玉和孟云熙走进来。孟云熙笑着跟陈玉说话，他微微低头，眉眼温和，听得认真。我努力回想，陈玉是否也有这样温柔的侧耳倾听我讲话过？答案是有。我本身性子还算活泼，但上班时间不太爱跟同事交流，
常常憋了很多话，回到家后倒豆子似的，一直跟陈玉说个不停。陈玉这会儿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认真地听我讲着一堆废话，然后适时地递上一杯温水。但这些并不是只对我，那个人也可以是孟云熙。陈玉没有看到我，他们进了电梯，有一名来产检的孕妇，她开口让我帮忙。我想了想，点头答应，陪同她来到妇产科。隔着熙攘走动的人群，我再次看到了陈玉。在这些等候孕检的夫妇前，他跟孟云熙毫无违和感，甚至因为两人都格外出彩的外形，所以在人群中显得特别显眼。他们的孩子一定很好看。我身边的孕妈也感慨。我看着陈玉不接话，陈玉突然抬头，越过攒动的人头，看到了我。这一刻，医院所有的人声鼎沸仿佛静止。他神情慌张，跨步朝我走来。我想，第二次了，陈玉。这次我扬起嘴角，朝他微笑。他过来，下意识的反应是拉住我的手，看我没有躲开，才松口气。今天云溪来律所提供离婚官司材料，到的时候说肚子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陪她来医院。我知道，我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孟云溪也跟了过来，看着陈玉拉着我的手，不动声色地转移目光，然后看向我。小冉，是我让阿玉陪我来医院的，你别怪他。我保持笑意。陈玉跟我说过了。孟云溪观察着我的神色，我平静地跟他对视。他突然笑了，然后说出两个字：好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孟云溪的进攻来得如此赤裸，直戳心脏。我捏紧拳头，保持面上的平静。不是现在，温冉，再等等。陈玉买了很多菜回家，他其实很少动手做饭，但今天却格外殷勤，买了鲜花，点了蜡烛，在昏暗浪漫的烛光下，他亲吻我的额头，跟我承诺：我跟云溪只是朋友，如果你不开心，等帮他打完离婚官司，我不会再跟他联系。我问他：陈玉，如果孟云溪在我们结婚那天回来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他沉默，而沉默也是答案。他才反应过来该说一些话。我遮住他的嘴。记住你说的话，陈玉，食言的人是要遭报应的。陈玉陪我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但孟云溪依旧横亘在我们之间。只是自从挑明了以后的，在陈玉口中，他不再是无名无姓的客户，而是直接跟我说是云溪，就好像只要他坦荡地将他去见孟云溪的事情告诉我，他跟孟云溪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，清清白白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只是淡淡点头，但只要是他说是去跟孟云溪见面，我都会让他帮我带些东西回来，不是很特别且急用的东西。有时候是买几个苹果，有时候是一碗云吞，有时候是一本杂志，持续2个星期。有一回，陈玉跟我说要跟孟云溪见面谈工作，而我故意的没有跟他说要带东西。他出了门又返回来，问我今天不需要买什么吗？我摇头。他执拗地看着我，真的没什么东西要带的吗？我扬了扬嘴角，家里没有酱油了，你带1瓶回来吧。他像领了奖品一样，在我额头亲了亲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看似美好又甜腻的外衣，只是在掩藏一些腐烂变质的东西。还有2天就是陈玉的生日，他一般过2次生日，正是那天过1次，提前1天过1次。提前的那天是用来让律所的同事跟他一起庆祝的。他是律所老板，同事们每到他生日的时候，都会在律所给他开生日会。其实第1年的时候，陈玉只过正式生日那天，那会儿也是律所的同事为他庆生。他邀请我过去，但我个人不太擅长搞人际关系，
更怕赌我一个陌生人，多少会破坏他们的气氛。我拒绝了。第二天，陈玉又让我单独陪他过了一次生日。我疑惑地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你不在，这生日就不算过。”第二年开始，他就让律所提前一天帮他庆生，将正式生日那天留给我。今年也不例外。按往常，他在律所庆生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参与，但这次突然的，我想去，因为孟云熙刚发了朋友圈，今年年配图是一个新型的奶油蛋糕，上边画着一男一女，依稀能看出是穿着高中校服的他和陈玉，他们是高中认识的，看样子是想一起追忆似水年华。我就是想看看他要怎么。今年律所被布置得很温馨，我在路上买了盒酸奶。来到律所的时候，他们的活动已经开始，是来晚了点，但一定意义上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此时，陈玉跟孟云熙并肩站在烧烤架前，孟云熙大概是挺着大肚子站久了，腰有些疼，她扶着后腰，皱眉跟陈玉撒娇抱怨。陈玉跟她说了几句话，她撇嘴摇头，像极了跟男朋友撒娇的小女生。陈玉便伸手在她后腰上不轻不重地揉着，手里的酸奶冰凉，我紧紧握着。嫂子，你怎么不过去？是陈玉律所的合伙人徐志。我虽然不大来律所，但也偶尔过来，律所的人都知道我。我笑了笑说：“待会儿。”徐志不明白为什么要待会儿，直到他转头看到陈玉给孟云熙揉腰。我靠！徐志震惊地转头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大喊：“嫂子来了！”陈玉和孟云熙同时望过来，就在一瞬间，陈玉立即松开了放在孟云熙腰上的手，像碰到滚烫的烙铁一般。他跨着大步，匆匆忙忙向我走来，像是着急着要证明什么。他伸手将我紧紧圈在他怀里。小冉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可是第3次了呀。陈玉，我咽下喉头上涌的腥味，推了推他：“我给你带了酸奶。”陈玉放开我，眼睛像把钩子，一直锁定在我脸上，想要看出点什么。我只是冲着他笑，嘴角上扬，眼睛弯起：“给你喝酒前养胃的。”但是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陈玉摇头，紧紧牵着我的手，力气大的仿佛怕我跑掉。不打扰，你能来我很高兴。他把我牵到另一个烧烤架旁边，像是故意避嫌。他一个眼神都没给孟云熙，是孟云熙主动过来，笑着跟我打招呼：“小冉，你也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只是来给陈玉送酸奶，待会儿就走。”陈玉要跟我走，孟云熙的面具出现了裂缝，像是不敢置信陈玉居然会选择我。一向自诩进退有度的他难得开口挽留：“阿玉，你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？”陈玉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会让徐志送你回去。”这几天陈玉都回来得很早，而且几乎大半天都是待在家里，家里的家务活也都是他全包。给我买的包包首饰也多了很多，我欣然接受，他买的越发开心。只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看我依旧平静，陈玉好像开始不安。他抱着我急躁的亲吻：“为什么不生气？”我心知肚明，但还是装傻充愣。气什么？生日那天，我帮云熙。陈玉，是你让我相信你的。他无端烦躁，抓了把头发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该是这样。小冉，他放弃寻找焦躁的源头，亲吻着我的手指，慢慢说：“我已经将云熙的官司交给徐志了，以后我都不会再跟他联系。”我沉默地听着。陈玉说跟孟云熙断了联系，但是孟云熙却约了我。在我妊娠反应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他2次。
但没想到他直接来到了我的公司。今天临近下班的时候，我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前台的同事就跟我说，有一位姓孟的女士找我。我知道是孟云熙，但没着急出去。刚从洗手间干呕出来，现在脸色惨白，人看起来很虚弱，没气场。我补了妆，跟孟云熙在公司楼下茶餐厅坐下。她开口第一句：“你很聪明。”我不动声色。每次我跟阿玉见面，你都让他给你带东西，是故意的吧？这样一来，就算他跟我在一起，但他心里难免会想着你。我知道孟云熙迟早会知道，但我并不惧怕他懂。他给我倒了茶水，感谢你这段时间陪着阿玉，让他走出那段难熬的日子。不过我现在回来了，他不需要你了。胃里恶心的感觉上涌，我拼命地压制住。孟云熙继续说：“5月16日是我跟前夫正式交往的日子，所以那天阿玉跟你在一起，是为了气我。”胃部恶心的感觉变成绞痛，我的额头隐隐沁出冷汗。我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露出一丝破绽。12月3日是我跟前夫领证的日子。而他第2天也立刻晒了跟你的结婚证，也是为了气我。嘴唇已经被我咬破，口腔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，胃部开始痉挛，一阵阵痛楚传来，让我几乎坐不直身子。小冉，孟云熙一脸怜悯地看着我，我不想戳穿，但也不得不告诉你，阿玉所有跟你在一起的前提都是基于我。如果我没有离开，那么就不会有你的位置。我再也忍受不住，站起来直接跑向洗手间。没吃什么东西，吐不出来，但胃部的恶心和痉挛几乎抽走我全部的力气。心里愤怒和狂躁却让我想撕碎身边所有东西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可最后我只能滑坐在角落，蜷缩身体抱着自己，安静地等这份痛慢慢缓过去。走出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已经恢复如常。感谢刚刚顺手放进包包里的口红，让我这会儿的气色看起来至少跟刚刚无二。孟云熙礼数不落，怎么去那么久？没事吧？有些拉肚子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那么，我还需要继续说什么吗？孟云熙看着我，一份直击门面的劝退书。胃部缓下的痛楚好像转移到了心脏，仿佛被人活生生揪住，恶意的捏紧、松开、捏紧、放开。我的手在底下紧紧扣着桌角，我调整呼吸，我露出笑意。我这个位置，你那么想要吗？假如我让给你，那你的位置就空出来了，一个爱而不得、念念不忘的空位。孟云熙什么都想要。他说：“我跟阿玉在一起，他的人生圆满，不会再有这样的人出现。”我轻笑开，孟云熙，没有这样的好事。跟孟云熙的谈话戛然收尾。回到家后，我翻出一个储物柜，从交往到结婚，再到今时今日，我送陈玉的，陈玉送我的，纪念着我们每一个特殊日子的礼物，都装在了里面。一瞬间，一直憋着的情绪在突然爆发，我将所有纪念品都损坏，徒手无法破坏的，我就用剪刀，直到所有东西由完整变得残破不堪，连带那张从未被发现的孕检单。可是心中的烦躁和怒意却越来越汹涌澎湃，它没有出口，无处宣泄，难受、反胃的感觉在一瞬间上冲。我冲进洗手间，吐得只剩胆汁。陈玉回来，进来担忧地拍着我的背：“还好吗？”心中的躁意还是无处宣泄，像膨胀的气球。我发狠地将他扑倒在地，剪刀抵在他的脖颈处。“陈玉，你死掉吧！”陈玉眼里似乎溺了无数的温柔。“只要你好受点。”每次，他好像爱的是我。但也是每次，他好像也在爱别人。
我的脑子瞬间清明，快了，但不是现在。陈玉将我抱到床上，我出神地盯着天花板，脑子走马观花般出现了许多画面。我说：“陈玉，最近你都陪着我，可以吗？”我罗列了一张要做的事情清单，里面除了我跟他，还有一个虚拟的宝宝。陈玉答应了，他也做到了。第一件，在客厅睡觉之前，陈玉给我冲了一杯牛奶，我喝完，他让我去睡觉。我进了卧室又出来，手里拿着一罐婴幼儿奶粉和一个奶瓶。陈玉有些愣，我浅浅扬了下嘴角：“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？冲奶粉总要会吧？”陈玉刚开始时笨手笨脚，要么对奶粉的水量不对，要么温度过高，总之状况百出，但他好像有点沉迷其中，乐此不疲。最后几次成功的时候，甚至恨不得带自己刚冲好的奶粉到小区楼下找个孩子喂几口。我在清单上打了第一个勾。第二件，在厨房，我负责备菜，陈玉主厨，但是今天我额外准备了一小份的食材。陈玉不明所以，我说：“宝宝长大一点，可以喂他一些辅食了。”陈玉慌忙地拿出手机，临时抱佛脚查宝宝的辅食菜谱。陈玉会做菜，稍微尝试几次后，他就上手了。做宝宝辅食难不倒他，他甚至每天还要变着花样做，而且水果、米饭、蔬菜、荤菜搭配均匀。我在清单上打了第二个勾。第三件，陈玉准备下班的时候，我打电话让他去买一些婴儿护栏和爬垫回来。我告诉他，家里大概要空出一块地方，要给宝宝自己玩耍。他很愉快地应下。最近，陈玉迷上了扮演爸爸的角色，就像开盲盒一样，甚至每天都很期待我会给他什么新手爸爸任务。他在挑护栏和爬垫的时候，不停地在跟我视频，跟售货员了解各种材质的时候，认真的仿佛在分析案子。他挑了很久很久，等到人家商场关门，到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。他兴致勃勃，不觉得累，开始动手收拾出大厅一角，直接围上了护栏和铺上爬垫，以后就让宝宝在里面玩。陈玉从身后抱住我，语气雀跃地指着这个属于小孩的角落。我在清单上打了第三个勾。第四件，我让陈玉去找了幼儿园，他看了各种价位的，最后选择了一所4万多一个学期的双语幼儿园。我说太贵，陈玉说没关系，宝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后来他又自己去看了小朋友用的小书包，男款女款各买了4个，不知道以后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，都买了几个，以后换着背。我笑着说好，然后将书包整齐地放在儿童房。我在清单上打第4个勾。第5件事，陈玉去看小学。第6件事，陈玉去看初中。第7件事，我跟陈玉商量了培训班，男孩儿就让他学围棋和跆拳道，女孩儿就让他学钢琴和舞蹈。第2天，陈玉自己又推翻，这只能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的建议，要是孩子有自己的爱好，我们要尊重的。我在清单上打第7个勾。第8件、第9件、第10件、第16件，这不算一件事，而是一个问题。我问他，陈玉，如果是个女儿，你希望她嫁给什么样的人？陈玉毫不犹豫，她可以一辈子不嫁。我安静地看着他，他投降，认真说，当然是一个全心全意爱她、心疼她、包容她，不让她吃苦，不让她受委屈的人。如果那个人心里还有其他人呢？离婚，我亲自替女儿打离婚官司，让她人财两失。如果她怀孕了呢？没得商量，打掉。这是她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小孩子负责。打掉。离婚是最妥当的处理方式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你说的对。陈玉将我抱起，
小冉，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来？他好像很渴望我们的孩子，他好像很想跟我好好经营一个家。可是他是既想又想还想，他是既要又要还要。陈玉在我旁边睡着了，他手机有短信弹出：阿玉，还有1个星期就是我的预产期，那一天我想让你陪我。未读短信还有一条是月子中心发来，提醒他预定成功。点开购物记录，陈玉买了待产包，还有许多孕妇和新生儿需要用的东西，很齐全，很周到。手机浏览器搜索词条里也都是关于产妇和新生儿的，怎么照顾产妇，产妇坐月子应该注意什么事项，产后抑郁怎么办，月嫂怎么选最放心。在他沉迷于扮演奶爸的时候，同时也在为孟云熙准备着一切，一边陈玉，一边阿玉，到底想要多少个身份？砰！手机被砸在墙上，屏幕碎成蜘蛛网。陈玉惊醒，下意识抱住我：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把你的手机当成了在梦里咬我的蜈蚣，摔坏了。对不起。他没理会手机，而是将我抱紧：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我庆幸清单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成，而在某一天，这些回忆会变成最锋利的刀。陈玉突然变得越来越忙，他跟我说是律所的案件变多了，我也没问。他有时候凌晨才回到家，然后常常在打雷的雨夜接了一个电话就起身离开。每当他离开，我就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在这期间，孟云熙发过一条朋友圈，是一张坐在副驾驶的照片，没配什么文字，但我一眼就能看出那是陈玉的车。这辆车是我跟陈玉一起选的，当时我扮了下小作精，告诉陈玉副驾驶只可以让我坐。陈玉没说什么，但副驾驶的座椅确实从来没有被人调过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现在如果再去坐，恐怕要调座椅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已经约了手术，跟孟云熙的预产期同一天。手术前一天是我妈的忌日，我妈去世后，我爸就组建了新家庭。我是跟外婆一起长大，前2年外婆去世后，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人了。陈玉为了不让我觉得孤单，不管当天他有什么事，都会推掉，风雨无阻地陪我去悼念我妈。但是今年他好像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，他只知道今天孟云熙的预产期提前，羊水破了，有些难产，现在正守在产房前为他祈祷，母子平安。我独自买了花和一些祭扫物品，开车上山，在墓碑前坐了很久，跟妈妈说了很多话，关于工作，关于生活，关于陈玉。妈，今年陈玉没来，以后他也不会来了。我决定跟他离婚了，以后我又是一个人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露出笑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也能好好生活，会赚很多很多钱，买大房子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天色渐晚，我开车下山，回到家，陈玉果然没有回来，意料之中，甚至觉得有几分可笑。我联系了李斯，方便过来帮我搬家吗？李斯二话不说，直接赶了过来，看着我收拾好的东西，总该让我这个苦力知道一下原因。我扯了下嘴角，陈玉在陪孟云熙待产，走，不，跑起来。等最后一样东西搬出家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眼房子，有时候放弃也不过如此。我笑了笑，把门合上。陈玉皱了皱眉，内心莫名的恐慌，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他想看看手机备忘录，但是发现手机没在身上，刚想去车上找找，产房门被推开，护士跟他说是女儿，母女平安。他只能暂时把找手机的事放下，去办手续，去照顾云熙。
云溪醒来后看着宝宝，提议让他取名。他当时想到的却是温冉。如果他跟温冉有了孩子，会怎样？他一定是个合格的奶爸，毕竟他已经实习过了，连孩子的初中都看好了。他一定可以把他跟温冉的孩子照顾得很好。陈玉想着，嘴角扬起笑容，脱口而出：“陈音，小名就叫团团。”孟云熙笑着说：“很好听，宝宝肯定会喜欢。”陈玉反应过来，皱眉：“云熙，你误解了，那是我给我和小冉的孩子取的名字。”孟云熙愣住：“你们的孩子？阿玉，你爱上温冉了吗？”陈玉没有否认：“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也曾经迷茫过，对你，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最近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”陈玉嘴角透出笑意：“当我第一次想象出跟温冉有个孩子的时候，当我模拟奶爸冲第一瓶奶粉的时候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我是真的很想跟温冉有个孩子。我对你有怀念，有不甘，有愤怒，独独没有爱了。我爱的是温冉。”孟云熙的眼泪往下落：“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阿玉，那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又算什么？你就当是我认不清自己内心给你造成的误会。”孟云熙带着眼泪笑：“阿玉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很伤人。对不起，有需要你可以找我，我会尽全力帮你。”陈玉说完，感觉浑身轻松，突然好想温冉，想快点联系上他。终于找到手机，但看到手机备忘录弹出的提醒消息时，陈玉如坠冰窟。昨天是温冉妈妈的忌日，她忘记了。她怎么能忘记了？心中的恐慌逐渐蔓延，像火星落入泡沫堆中，瞬间燃起一大片灰烬。她打电话给温冉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”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”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”“接电话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”陈玉用最快的速度开车回家，家里大多数的摆设没变，提前给孩子准备的东西也还在，只是好像少了什么。他第一反应走向衣柜，只剩下他的衣服，不止，家里所有他生活过的痕迹都被带走得一干二净，仿佛从他的生活中完全抽离。陈玉突然想起什么，翻出了一个储物柜，当看到里面一堆破碎的东西时，他整个人无力瘫软在地上。这里面装的都是他们走过每一个特殊日子的纪念物。温冉说过，这些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东西，如果他不要了，就是不要他了。不可能的，温冉那么爱他，温冉不可能不要他。温冉喜欢他很久了，他一直知道。可是当翻到一张被撕碎的孕检单时，他突然恐惧了。温冉怀孕了，孕检单的时间是在3个月前，刚好是孟云熙回来的时候。而这3个月他毫不知情。陈玉瞳孔猛地睁大：“不是，他不是毫不知情。温冉曾经很多次给他提示，这3个月，温冉总是以各种借口不跟他亲热。温冉有几次在早上的时候干呕得很厉害。温冉最近喜欢穿宽松的衣服。温冉突然让他饰演奶爸。如果他足够细心，如果他没有因为孟云熙的回来而心神不宁，原来温冉什么都知道。他不是不生气，他只是在慢慢积攒失望。温冉的性子有多倔，他知道，他要找到温冉，求他原谅，要告诉他，他爱他。可是他怎么都找不到温冉。再次跟陈玉见面，是在我做完人流手术的3个月后。我知道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，但他并不是神通广大。我如果特意躲，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这次是我主动联系他，要跟他谈离婚的事情。陈玉憔悴了很多，
冒出的胡茬没有处理，身上的衬衫也不像之前一般光鲜亮丽，堆起了一道道折痕。看到我时，他问的第一句：“孩子还在吗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他知道答案了，眼球充满血丝。他把身上背的黑色双肩包拿下来，从里面掏出很多婴幼儿用品。这是我新买的奶瓶，这是宝宝1个月时要穿的衣服，这是3个月的，这是7个月的，这是给宝宝的银手镯，这是长命锁。够了，陈玉，我打断他，他不接话，依旧沉默地将背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。小冉，陈玉想要过来抱我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他伸出的手落空，无力地垂在两侧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很想你，小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在你怀孕的时候去找孟云熙。我不想听，打断他的话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签字吧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红着眼睛自说自话。家里关于宝宝的东西我都留着，不过爬垫因为受潮有些发霉，我又换了新的，不知道颜色你喜不喜欢。小冉，你陪我回去看看好不好？我重复。陈玉，签字。我不签，我不可能签的。他把面前的离婚协议书撕掉，我直接拿出一箱复印好的离婚协议书，还要撕多少份？这些够吗？温冉，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，在家天天看着为宝宝买的东西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。我疯了一样想做爸爸，但我一想到是因为我的错让自己没了孩子，我就仿佛被人凌迟。这惩罚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原谅你？我扯起笑。那我呢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孟云熙跟别人交往；你跟我结婚，是因为孟云熙跟别人结婚。孟云熙回来了，你就魂不守舍。你让我原谅。陈玉脸色煞白。你都知道了。他又连连祈求。温冉，我不爱孟云熙了，我现在爱的是你。我笑出声。我爱了你3年，你现在才开始爱我。陈玉，签字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陈玉最后还是在协议上签字了，但是他倔强地看着我。温冉，我不会放弃你。我签字是为了结束上一段感情，对你不公平的感情。我会重新追求你，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陈玉有时候对某些事偏执的可怕。他的律所之所以能开得如此成功，一部分归因于他有些偏执的性格，但他一直能够把尺度把控得很好。但是这次他却偏执得像一个疯子。陈玉每天都跟着我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打扰我的生活，但只要我闲下来，他都会拿下他的双肩包，让我看里面的东西。有时候是一瓶冲好的奶粉，有时候是一份做好的辅食，还有很多套不同年龄阶段的婴儿装。他像献宝一样拿出来给我看。刚开始我置之不理，以为久而久之他就会自己放弃，但他却像牛皮膏药，无论如何都甩不掉。我不胜其烦，压着脾气对他说：“陈玉，你爱现在过去的回忆里，那是你的事，不要再把我拉回去。你知道现在我想起过去的事是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恶心。凭什么你说爱我的时候，我就得接受？你不是在追求我吗？那我告诉你答案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更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所以别犯贱。”陈玉颓唐地站在原地，浑身气力仿佛被人抽走。从那以后，陈玉就没有再出现在我身边。只是孟云熙突然联系我：“温冉，你满意了吗？陈玉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和你那个不存在的孩子，他根本就融不进我。”我冷声反问：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我已经把位置让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早就预谋好了要走，你也根本不会留下陈玉的孩子，但你故意给他造了一个当爸爸的梦，最后再把他的梦戳破，
并且告诉他，这把刀是他自己递的。现在他整天待在家里，抱着个洋娃娃，说那是你跟他的孩子。孟云熙的情绪逐渐激动，我没兴趣去承受他歇斯底里的怒意，直接将电话给挂断。孟云熙却每天坚持发视频给我，视频中的陈玉怀里总是抱着一个洋娃娃，他时而叫他陈音，时而叫他团团，这些都是他曾经跟我说过的，要给我们的女儿取的名字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直接把孟云熙拉黑。又过1个月，警局联系我，问我认不认识陈玉，麻烦我过去处理他的事情。我让警察联系别人，警察说他只记得我的联系方式。我被迫来到警局，警察同志跟我说了事情原委。陈玉带着一个洋娃娃到幼儿园，非要给他办理入学手续，园长再三拒绝后，只能报警处理。如果家属精神状态有问题，建议多加照顾一下。我看他很依赖你。陈玉向我走来，手里抱着个洋娃娃，眉眼带着温柔的笑意。小冉，我们一起去给团团办入学手续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陈玉，别演了。陈玉表情凝固了一瞬，执意牵起我的手。小冉，我们一起去给团团办入学手续。我将他手里的娃娃抽出，丢在地上。别说精神病，你现在就算死掉，我也不会眨一下眼。我转身走出警局，他嘶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是不是死了，你就能原谅我？风有些大，我没有回头。后来我曾遇到过孟云熙，他面色蜡黄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他憎恨地瞪着我。我风轻云淡从他身边走过，我隐约听李斯提起过孟云熙跟前夫要抚养费，但最后却查出他的孩子并不是前夫的，现在被前夫上诉，状告赔偿各种费用，沾惹一身泥。而后再次接到孟云熙的电话，他带着哭腔：温冉，现在陈玉的情况很不好，如果你还有良心，就过来看看他。我沉默，没有，早就在那3年喂狗了。